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纵观近几日的 B 站奥特曼又是火得一塌糊涂可能会有小伙伴觉得，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奥特曼系列还是照样那么火呢？算一下，它可是比我爸妈的年纪都要大了，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的受欢迎程度。毕竟这可是许多人弥足珍贵的童年回忆如今重温奥特曼，发现有些故事的背后似乎有着非凡的意义，长大后再看又有了新的认识。所以说，咱们今天就来说几个有关于奥特曼的都市传说，其实也不能算是了，就是几个关于奥特曼的猜想吧。大家放心，这期也绝对不是什么毁童年系列，以下要说的内容仅限于一大部分网友找出的证据，仅供娱乐而已。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别忘了长按点赞3秒钟，一起和正正来看一看这几个有关于奥特曼的都市传说吧。首先，你们知道奥特曼其实与日本冲绳县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吗？在我们之前的认知里面，奥特曼的故乡不是应该在光之国 M78 星云吗？这个传说基于的理论是，在日语当中 ，M78 的名字可以拆分为 M 是南的意思，78是那霸的意思。那那霸市就是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南部，是绝对的核心城市。除此之外，奥特曼的编剧金城哲夫是冲绳人，所以经常会写有关于冲绳的故事，来表达出一种被歧视的痛苦。比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集，恐怕要数赛文奥特曼当中登场的农马尔特的使者，他自称是地球的原住民，很久以前就生活在地球上了，但是由于受到地球人的侵略，他们被迫退到了海底生存。但是贪婪的人类又开始占领了海底世界，于是农马尔特人为了阻止人类进一步的侵害海底，派出怪兽警告，却被当成了地球的侵略者。其实金城哲夫编写这个剧本也是为了反映被美国占领的冲绳岛。作为一个冲绳人，他把这段历史反映在了外星人和怪兽身上。另外，小伙伴们比较熟悉的，应该就是登场过的几个知名怪兽，比如切布尔星人、金古桥等等。其中切布尔星人是典型的头大身子小，他有着弹珠形状的脑袋。不过根据他的日文名字切布尔星人，在冲绳方言当中，切布尔正是头的意思。而金古桥是赛文奥特曼最强的敌人之一，他是机器人怪兽的形象，外形独特，会出人意料的露出可爱的表情，所以一直很受人欢迎。而他的名字 King Joy 其实是那霸市的一个地名，叫做京城。还有一个叫做赞帕星人的怪兽，据说它的由来也是在冲绳的一个名为残波甲的地方。然而可能有小伙伴觉得这些证据还不够，那有些网友甚至还认为奥特曼的脸部设计也可以证明与冲绳有关。这个理论的依据那就是他们的脸部设计与婴儿海鞘和鳐鱼很神似。虽然海鞘这种生物出现在许多海域里面，但在冲绳有一个特别的品种，这种婴儿海鞘全身布满了橙色的花纹，许多当地人和潜水员都称为奥特曼海鞘。大家来看一下，你们觉得像吗？这种鳐鱼干的凝视，正正怎么看都觉得更像是个怪兽开个玩笑。看来网友们为了证明奥特曼是来自冲绳县的都市传说，可真的算得上是煞费苦心了。毫无疑问，冲绳这个地方的确是与奥特曼系列的作品息息相关，但其中一些说法确实也都很牵强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关于奥特曼的都市传说，竟然起因是钱消失了。可能有小伙伴已经猜到了，这是和硬币怪兽卡尼贡有关的。众所周知，卡尼贡的角色设定是一个恶魔般的怪兽，它是由资本主义所生成的，一旦停止吞钱就会死翘翘。据说这是发生在卡尼贡的拍摄过程中，因为它是一个吃钱的怪兽，所以拍摄中用到了大量的钱。然而拍摄过程一切都很顺利，卡尼贡吞下了许多钱，但是在结束之后该清点怪兽肚子里面的金额了，数目竟然不对了。难不成卡尼贡的肚子里面还真能消化掉钱吗？这不可能。所以与其说这是个都市传说，还不如说这是遭贼了。不过这个贼估计回家也挺失望的，以为浑水摸鱼弄到了一笔钱，结果没想到的是拍摄使用的都是道具钱，并不是什么真金白银。其实纵观日本历史，这个曾经被投放过2枚原子弹的国家，无疑是恨透了这个武器的，所以自然在奥特曼的都市传说当中也不乏有与原子弹相关的故事。话说回来，不知道小伙伴们知不知道，在奥特曼中的怪兽里面有一个叫做法术外星人的，他也被称作为吸血外星人。他的全身有横斑的疙瘩，角色设定是为了让地球人流血得白血病，把整个星球都暴露在核弹的辐射之下，从而观众们都会联想到原子弹爆炸事件。其实一开始这个故事并没有引发争议，据说有一个孩子在杂志上看到了法术外星人的卡片，于是咨询了自己的父亲，而恰好他的父亲是日本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协会的成员，消息便传播开来。这个角色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，因为他的外形设计冒犯到了原子弹爆炸幸存者，所以成为了永远不会出现在日本电视台上的怪兽。美国人认为投下原子弹，它可以快速终结战争，避免了更多生命的牺牲，战争就可以结束了，所以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忌讳的。毕竟美国只是悲剧的制造者，并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
然而他们有没有想过，投下原子弹的一瞬间，死去的不只是士兵，还包括大量的平民，无一幸免。虽然二战时期的日本罪行累累，但美国的原子弹也足以震惊所有人。战争避免不了所产生的伤亡，虽说如今已经是和平年代，但是对于历史的教训必须永不遗忘，才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。奥特曼能够经久不衰这么多年，除了能够给予我们童年的情怀和英雄梦之外，还传递出一种正能量。怪兽、宇宙、外星人，这对于孩子来说都充满了未知和吸引力，可以满足他们强烈的好奇心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是不是和正有同感？现在的动画片怎么越来越不如从前了呢？现在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。确实，这个问题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现在的动画片有了更专业的技术，但我们也已经长大，不再喜欢幼稚的情节。但是，可能再过10几20年，00后、10后说不定也会回忆现在的动画片。毕竟，只要孩子们可以从动画片中感受到梦想和未来的希望，那一切都是有意义的。因为只要有真心热爱，总有一天会发光发热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下面留言。那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再见。